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深入聊一個超級重要，而且可能困擾很多人的大問題。為什麼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好像總是走得特別坎坷，甚至常常以失敗收場？你知道嗎？我們一般都會覺得，根據西方的歷史經驗嘛，有所謂的世俗化理論。這理論大概是說，隨着經濟發展、教育普及，宗教很自然就會慢慢退出公共生活，變成你家裡的私事。你看歐洲的基督教，基本上就是照這個劇本走的。但這個看似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律，一旦套到伊斯蘭世界，奇怪了，好像就完全失靈了。這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你看土耳其，它曾經是伊斯蘭世界世俗化的模範生，对吧？從國父凱末爾開始，用超強硬的手段推動西化改革，推了快100年，甚至把世俗主義寫進憲法，叫軍隊來當保鏢。結果嘞，一旦民主這個東西真的玩起來了，選票卻一次又一次的把那個有濃厚宗教保守色彩的埃爾段和他領導的黨穩穩的送上權力寶座。他一開始還打着改革者民主派的旗號說要結束軍人干政，還騙到一些自由派的支持。結果一掌權，整個國家卻快速的再伊斯蘭化。過去100年的努力，好像就這樣被民主的選擇一點一滴的倒回去了。再看看埃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的時候，哇，整個西方世界可以說是嗨翻了，覺得自由民主的春天終於要來了。結果當獨裁者穆巴拉克倒台後，埃及迎來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大家一人一票，開開心心投完票，結果選出來的根本不是西方心心念念的那種世俗自由派，而是被壓了幾十年，整天高喊伊斯蘭就是唯一的解放的穆斯林兄弟會。還有一個例子，那個諷刺的程度真的是拉滿了，就是巴勒斯坦。2006年，在美國跟歐盟的強力推動下，辦了一場國際公認超公正、超透明的選舉。西方的劇本是希望那個比較溫和世俗的法塔赫組織能贏，這樣大家好好談和平嘛。結果民眾把票投給誰？直接投給了被西方當成是恐怖組織的哈馬斯。你看完這些例子，是不是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宗教保守、政教合一，好像才是那個世界的一種預設狀態，像地心引力一樣，你不用管它，它就自然會在那裡。反過來看，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世俗化，反而像是個逆天而行的東西，得靠一個超強的外力，像是軍事強人，硬是把它撐在那邊。外力一消失，啪，整個社會就彈回去了。這到底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深入拆解的理論，就叫做伊斯蘭例外論。這個理論的核心觀點，我跟你說，真的非常犀利，甚至有點顛覆你的三觀。他認為伊斯蘭教從根本上就是一個例外。它的出場設定，尤其是在處理信仰和政治權力這兩件事的關係上，跟我們熟悉的基督教有着本質上的天壤之別。聽到這裡，你心裡可能會冒出一個問號：這是不是又是那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拿自己的標準去批評人家？還真的不是。提出這個理論的學者叫做沙迪哈米德，他是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重點是他自己就是埃及裔的美國人，也是一位穆斯林。所以這不是從外面來的批評，而是來自伊斯蘭文明內部一位學者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說是痛苦的反思。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要來拆解一下這兩種宗教的出場設定到底差在哪裡。要徹底搞懂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他們剛誕生的那一刻，看看他們的創始人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下寫下了這兩種信仰最底層的程式碼。我們先來看基督教創始人耶穌，你想想看他的社會角色是什麼？他是一個在超強大、超有制度的羅馬帝國統治下的異議分子，他手上沒有任何政治權力，沒有軍隊，沒有法庭，也沒有自己的地盤。說白了，他就是一個被迫害的少數團體領袖。所以他那句影響西方文明超深的名言“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這句話其實是一種在強權底下的生存策略，一種政治上的妥協。潛台詞就是：羅馬皇帝，你別緊張，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對你手上的權力沒興趣。這就讓基督教從一開始，它的 DNA 裡面就刻下了政教分離的種子。那在伊斯蘭這邊呢？哇，那個劇本完全不一樣。
創始人穆罕默德他不只是先知，他在麥地那同時是最高的行政首長、最高的法官，也是最高的軍事總司令。在他的世界裡，根本沒有另一個凱撒需要他去妥協，因為他自己就是凱撒。信仰的權威跟政治的權威，從一開始就完美的合體在同一個人身上。我們來快轉一下穆罕默德的生涯，這個轉變就看得非常清楚。西元610年，他在麥加開始傳教的時候，的確跟耶穌很像，是個被打壓的少數派。但關鍵的轉捩點是西元622年，他帶着信徒搬家到麥迪納。這件事在伊斯蘭歷史上叫希吉拉，重要到變成伊斯蘭曆法的第1年。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從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一個傳教士了，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國家建設者。他建立了一個以信仰為核心的社群，叫做烏瑪，還制定了管理這個社群的法律，組織軍隊，發動戰爭。等到西元630年，他以勝利者的姿態打回麥加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國家元首了。再來，我們比較一下兩邊的聖書，這個差別也超級關鍵。聖經對基督徒來說當然神聖的不得了，但它的性質是上帝的話透過人類作者記錄下來的，像是保羅、路加，他們都是人嘛，這就代表文本裡面有人為的痕跡，也為後來的神學家、改革家留下了超大的解釋空間，可以去做歷史考證、文本批判。但古蘭經的地位完全是另一個層級，在伊斯蘭教義裡，它不是人寫的，它是真主阿拉一個字一個字透過天使傳達給穆罕默德的最直接的話，一個字都不能改，是永恆而且完美的。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本心靈雞湯，裡面還包含了超多關於遺產怎麼分、戰爭怎麼打、犯罪怎麼罰的具體法律。你想想看，當上帝都直接把法律寫死了，你一個凡人要怎麼去修改神的法律？任何想要跟上時代的修改，都很容易被打成是挑戰真主權威的異端。這就讓伊斯蘭教法在現代化的衝擊下展現出驚人的頑強。這就帶出了書中另一個抽有洞見的概念，叫做成功的詛咒。這是什麼意思？簡單說，早期的伊斯蘭教在現實世界裡實在是太成功、太輝煌了。先知穆罕默德過世後才100年，穆斯林大軍就建立了一個橫跨3大洲的超大帝國，從西班牙一路打到印度邊邊。對當時的穆斯林來說，這種在地球上的巨大勝利，就是上帝愛我們，我們信對了的最直接、最硬的證據。這就讓信仰正確等於世俗勝利這個公式，深深地刻進了伊斯蘭文明的集體潛意識裡。你反觀基督教，早期根本是一部血淚史，充滿了被迫害跟殉道，受苦才是對信仰的考驗。這種巨大的早期成功，反而給現代的穆斯林留下一個沉重的心理包袱。如果我們的信仰是宇宙真理，那為什麼我們近代會被西方打得這麼慘？這種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就成了很多現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最強大的燃料。好了，理解了這些出場設定之後，我們來看看他們在現代世界引發了什麼樣的後果。重點來了，這裡我們會聊到一個非常弔詭的改革悖論，以及為什麼溫和的中間路線在伊斯蘭世界總是走得那麼辛苦。我們來玩一個思想實驗。當你想要改革一個宗教的時候，你通常會喊什麼口號？10之8九都是返璞歸真，對吧？覺得後來的發展都走歪了，所以我們要回到最源頭的經典，去找最純粹的答案。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就是這樣幹的。但如果伊斯蘭教也這麼做，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就是最弔詭、最諷刺的地方，也就是改革的悖論。基督教的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喊只要聖經，他們要回歸的源頭是一個主張政教分離、手無寸鐵的受害者耶穌。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客觀上大大削弱了羅馬教會的政治權力，幫後來的世俗化開了一條路。但是當伊斯蘭的改革派，像是薩拉菲主義者，他們也高喊回到古蘭經和聖訓的時候，他們回歸的源頭是誰？是一位戰無不勝、親手打造政教合一國家的建國者穆罕默德。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不是變得更溫和、更能適應現代，反而是強化了要建立一個純正伊斯蘭國家的呼聲。結果常常是走向更激進、更原教旨的路線。接下來這個類比可能有點挑釁，但你仔細聽它的邏輯，會發現其實很精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像 ISIS 這類的極端組織，他們就是伊斯蘭教的新教徒。這不是說他們的教義跟新教一樣哦，完全不是，而是指他們對待權威的態度。
他們超討厭、超排斥傳統的宗教學者階層，認為這些人都被政府收買腐化了。他們主張每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都可以，也應該自己直接去讀經文、執行經文。這聽起來是不是跟馬丁路德挑戰教皇權威，主張人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溝通的邏輯很像？只不過路德從經典裡讀出來的是個人信仰的救贖，而他們用同樣的回到經典邏輯讀出來的，卻是砍掉異教徒的頭，跟重建哈里發國。既然返璞歸真式的改革是條死路，那走溫和務實的中間路線呢？我們再回頭看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悲劇，這就是最好的教材。他們就是典型的溫和派，放棄暴力，擁抱民主，願意玩選舉這套遊戲。第一步，他們真的贏了，但馬上就進入第二步，整個社會大恐慌。對埃及的世俗派精英和中產階級來說，這不是什麼政策辯論，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身份認同戰爭。他們怕自己習慣的生活方式會不見，像是女生能不能自由穿搭，能不能喝酒，藝術能不能自由表達等等。於是很快地，整個社會被撕裂成水火不容的兩個陣營。接下來的發展就更魔幻了。那些世俗自由派竟然上街要求軍方發動政變，來保衛他們不民主的自由。最終的結果就是民主路線被血腥鎮壓，溫和派被抓被殺。這徹底摧毀了大家對溫和路線的信任，反而給更極端的思想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作者哈密德當時人就在開羅，他親眼看到最讓他嚇到的一幕。2013年，當軍方在拉巴廣場對穆兄會的支持者開槍，大規模屠殺的時候，那些平常滿嘴人權、法治、民主的開羅自由派精英，他們不是憤怒，也不是同情，他們竟然在慶祝。他們在咖啡館裡，在社群媒體上歡呼，甚至說殺光他們。這背後反映的就是在那個政教合一的巨大引力場裡面，幾乎沒有中間地帶可以生存。雙方都覺得這是生死存亡的鬥爭。世俗派為了保住自己的生活方式，寧願跟獨裁的軍方做一場魔鬼的交易。講到這裡，我想大家的心情可能都跟我一樣，有點沉重。從根深蒂固的出場設定，到弔詭的改革悖論，再到中間路線的潰敗，伊斯蘭世界似乎走進了一個很難解開的死結。那出路到底在哪裡？這本書的結論並沒有給我們任何廉價的樂觀或簡單的答案。事實上，這本書給中東地區出了一道極其殘酷的選擇題。選項 A 叫做不民主的自由，你想要個人權利、宗教寬容、女性自由可以，但在很多地方，你常常得靠一個獨裁強人，用軍隊和秘密警察的槍來硬把社會上那股保守力量壓下去。選項 B 叫做不自由的民主，你搞人一票，完全尊重民意，那選出來的極大概率就是要求實施伊斯蘭教法、限制個人自由的宗教政黨。重點來了，在很多情況下，你只能二選一，自由跟民主。這兩個我們以為是好兄弟的價值，在這裡竟然變成了互相衝突的敵人。好，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幾個核心重點。第一，伊斯蘭教的出場設定從根本上就把信仰跟國家權力綁在一起了。第二，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一場跟底層城市馬的艱苦鬥爭。第三，也因為這樣，返璞歸真式的改革常常會變得更激進，而溫和的中間路線總是被兩邊的極端力量給撕碎，這最終就導致了那個悲劇性的選擇：要麼是獨裁強權下的自由，要麼是不自由的民主。所以，這最後留給我們的，可能是一個更深層，也更需要我們謙卑去面對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必須得接受伊斯蘭世界終將會，也必須要走出一條屬於他們自己的、充滿荊棘的現代化道路，一條可能永遠不會，也不需要跟西方世俗民主的理想完全一樣的道路。這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但它強迫我們去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和宗教在不同文明裡的複雜關係，真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好好深思。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伊斯蘭教的特殊出場設定，也就是信仰與政治權力從一開始就緊密結合，導致了它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着與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的挑戰，也造成了自由與民主往往難以兩全的困境。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